基本上第二波在2021年的2月10日到11日左右开始酝酿发生的，所以6月20日将是一个新的开始。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今天我们来解析阿比亚6月17日刚刚出来的新视频，或者可以称为6月16日，题目是6月20日之后会怎样？那么也就是还有4天。针对4天前他所做的视频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闲言少叙，讲。他讲到，今天我要谈一谈2021年6月20日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非常重要，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6月20日之后的日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之后，自己做了回答。他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木星回到了土星，这对整个的世界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他出去了又回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特定事件将涉及的阶段。那么第一阶段是木星开始逆行，从2021年的6月20日开始逆行，2021年的9月14日逆行再次进入摩羯座，而2021年的11月21日从摩羯座回到水瓶座，这就是这段时间的天体运行，这个非常重要。他进一步的强调说，作为视频的一部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请仔细的观察视频，以免误解。所以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前，请不要做任何的你的判断或者是误判，否则呢会导致很多的误解。他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所以现在让我们明白，那么这一次的木星的运行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当然是新冠病毒的发展，第二件事当然就是经济或者是股市的状况。在本视频当中，我将在很大程度上讨论这2方面。在此期间，新冠的状况将非常成问题。在2021年的6月20日到2021年的11月21日这段时间中，最容易受到另一波新冠影响的国家，它将是在英国、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那么以及世界的其他的地区，包括美国在内，印度也可能会受到另一波疫情的爆发，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小心。他继续说，对于在不同国家的你们，我建议你们也要小心，否则世界其他地区在此期间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你可以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你和日本以及其他地区上，所以世界各地都有差异，保持安全。当然我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那他继续讲，这是否意味着事情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呢？他的回答是，一切都不会一下子开始，一下子改变。有些人认为我所说的是一下子改变，请注意，不是这样的。上次我想是在2021年的2月10日和11日，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我在2020年的4月和今年的1月23日分别做了视频分析这一点。基本上第二波在2021年的2月10日到11日左右开始酝酿发生的，所以6月20日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将是支持，它将是一个开始，所以是某种事件的开始。标注，阿比亚这一次向大家肯定了他的观点，2月10日、11日的6星连珠是造成接下来的，比如说印度疫情大爆发的原因之一，以及6星连珠会引起其他的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比如说以巴加沙地带的冲突等等。很多网友在2月10日、11日之后质疑说，6星连珠已经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神童不准的。那么现在当我们回头看一看，事实又一次的证明阿比亚的分析其实确实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当我们回头去看一下，事实又一次证明阿比亚赢了，他又正确了。
那么现在神童告诉我们，2021年的6月20日将是下一个或者是几个大事件的起因，你怎么想呢？阿比亚讲到，我认为事情可能会从那时开始发生变化，人们有可能看到或者看不到有什么表现，但是6月20日到11月21日，甚至接下来的更久的时间里，肯定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飘住，阿比亚似乎在这里是说要出大事儿。他继续讲到，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进行解释。那么他说的第一个就是7月份情况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火星和土星是处于相对的位置。说到股票市场情况有点不同，让我们谈一下。土星和火星将处于相对的星位，并且是在7月，相对的星位变得非常的分明。2021年的9月至11月将对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很不利的阶段。就经济而言，这个期间将是非常艰难的，非常的动荡。当我说这个时期时，我指的是2021年的6月20日到11月21日。我们可以预见，在这两个时期的一个或两个时期，股市会出现不利的情况。那么这两个时期，如刚才所说的6月20日到11月21日，以及另外一个时期就是2022年的4月。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两个时期。他继续讲到，但是不管是什么，我们都不应该过分的担心，特别是关于新冠病毒的状况，因为对于疾病来说，如果一个人有上帝的信仰和我们先天的免疫系统方面的强壮，那么生命的存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天然补充剂是对抗任何疾病的唯一的武器。所以保持新鲜，保持清新，这会让你保持安全。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不要让自己窒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的意思。那么请注意，预测是让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需要积极的对待他们，这很重要，让他们确保你的生活无忧。这就是阿比亚一个短的分享。那么他对6月20日之后所发生的状况进行了一个总结和进一步的分析。感谢您的收看，今天就先飘到这里。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疫情期间保持平安。